天下奇女子也不是只有珊妮老师对一个还有人她，真的好像很好笑的样子。 Grace 大家好，我是 Grace。没 Grace 错，就去过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对，你要不要讲一下？叫做华山。华山。就华山论剑那，论剑没错，你去论就是那里，剑的意思吗就是那里，就是那里。你去论剑吗？我去，真的跟神仙论了一下剑。真的吗？好，那大家跟大家讲一下。那天真的是对，很奇特的一个感觉。其实就是我们到了那边以后，一开始觉得往头上一抬，哇，这是我要爬的山吗？他们说不是，你先坐车子坐上缆车。我说哦，我们先坐车子坐到半山腰，再坐缆车上山。对，中国有5大岳，5岳。对吧？这个话题我们等一下再聊。我听过张震岳。哦，真的吗？住我家旁边。没错，好，对。华山上又有5个峰，那5峰，然后里面就是有南山北岳什么的啊，就是都在那5峰里面。那因为我上来这个之前呢，我们家就亲戚就跟我讲说 ，Grace， 你一定要去南天门那个峰哦。我说哦，原因呢？南天门就是玉皇大帝住的那个，对，对你知道谁守的？我跟有那个第3颗眼睛的那个人守南天门的那位。我就跟大家讲，如果你有机会去大陆的华山，请你一定要去南天门。你有机会去南天门，你一定要去南天门。好，因为那里他们听说很高嘛，对，离天最近。我们常常讲离天近要敬鬼神，拜天神，对不对？很近，那个是最高的一很高峰，很高。那我就说好，那我一定要去，因为我很爱美。你穿高跟鞋爬南天门，高最好，而且是长马靴，就是跌死。你知道，就是牛仔裤的，然后那个长马靴，然后还有高跟鞋。然后我就到了那边，然后他们呢领导就看着我一眼说：“姑娘，您要穿这样上去吗？”你就说对，我说不然呢？他说我们这里，他把一个橱门打开，全部都是鞋子嘛。他说我们这儿有很多鞋子可以让你租用穿上去。我这么一打开，这么一闻呢，好臭哦！我这样没办法，我这样都可以闻到那个脚臭味。我就咽了一口，你应该无法吧？师傅没问题，我就穿这样上山，就穿你自己的马靴上去，是不是？好，怎么办？那只能硬着头皮啊。对，那我心里想，没关系，上吧。好像也没多高。对，我想说，哎，有缆车嘛，怕什么？结果缆车很快就下来了。那个人就说：“好了，你要开始。”他说：“等一下，要上山前，你得做一个动作。”是。那领导又带我到一个地方去，一进去，一排人站着，然后给我挂了一个红色的丝巾，干嘛呢？上面写“平安归来”。所以就说，我心里想，哎呀。这个地方红色的没什么嘛，不是就是好像人家那以前红军大会不是就挂个红巾吗？那我们就夏威夷也会挂花圈的意思，对。我心里想，好吧，可能是欢迎仪式。我说哦好，我就很开心的挂上去。姑娘，您第一次来爬，我们给你请个师傅带你上去吧。就是向导。好，对。那我想说好啊，那我说好，那您帮我找个师傅。他说：“我看您这样子，您爬过山吗？”我说：“哦，我没爬过山啊。”你没爬过山，您这装备要上山吗？好，行，姑娘，我帮你请一个特别的师傅来带着你上山。我说：“啊，谢谢你啊。”他就马上有一个师傅来了。那个师傅，我看他穿着很像少林寺出来的，就是穿了一个功夫装，然后一个布鞋，武功应该很高。我就说少林寺不是在，这下好，在松山。是，我心里想，哎，好吧，这师傅看起来高大重壮的，肯定万一我走不动，可以背着我。对。我就一直看，哎，怎么没有背的东西？不是有一个椅子可以背到后面？我想说，哎，他都没有背着，说好，姑娘，咱们走吧。我就走着越不对，我说师傅还要多久啊？他一路跟我说，快了，姑娘，所有的事都是半小时内就到了。大陆人就是这样。我那个半个小时真的是 N 次的半个小时，就一直在半小时。对，我每隔5分钟我就问一下说，师傅，请问一下。你说半小时好像还很远，不是？等一下，人家说半小时，你5分钟就在问是？对，我就问6次就刚好半小时。是啊，那我就一直问，因为你一直觉得好像到不了目的地的感觉。过了，他说：“姑娘，我们还没开始呢。”我说：“啊，还没开始。”他说：“来，
你站在这儿往上看一看。我就往上这么一看，他说我们要去量在那天上面，就南天门的意思。对，我就说啊，是这样啊。他师父就说了，我现在教你一招像白鹤走路的方式一样。你知道鹤怎么走路吗？我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鹤怎么站。鹤站是单脚站，对，他走路的时候是不能同脚哦，他是要。是的，反正呢，我就跟着他爬，他一路反正旁边路上的，我要是你一路都是用白鹤的方式爬吗？我根本没办法，因为我穿了高跟鞋，几乎是白鹤了，是吧？我想说怎么对？好，那一路我就看啊，我就心里想，这么的，我就沿路欣赏风景，我就不会担心，因为我一直看手表啊，对，怎么半小时还不到？师傅问了3次，对，3次师傅就说别再问了。好，我就跟着他走，因为他走得很快，我一路就看，不对，这山越来越高了，旁边的植物就变成针叶林了，大家知道，很高，因为海拔高，就开始变针叶，然后针叶林上都吊着冰，我心想，哎呦，这不太对，因为一直冷起来，全部都吊着冰，路旁也开始有冰了。那你又穿马靴，然后我穿了马靴，一直觉得想滑倒的感觉。对呀。突然间走到一个地方，师傅说了，姑娘，您记得等一下爬的时候呢，要4只手脚并用，然后2只手紧紧的扒着铁链别放。我心里想，干嘛扒着铁链别放？大家知道，我们现在要让大家看一下那个去爬华山是什么样子。是的。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对，大家想象 Grace 穿高跟鞋，马靴，然后就是这样子爬，然后还要手脚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刚才一路都是2只脚嘛，但你现在加手就对，就是4手脚，就是手脚要并用的意思。他说，等会你到前面峭壁上看到铁链的时候，你就要紧紧的攀着铁链啊。他就这样讲，我心里想。通常大陆人讲话都是有一点蹊跷，你就觉得太夸张了。对，我心想哪这样子啊，还攀着铁链。结果一看到，他就跟我解说一半，古时候有一位名人爬到这儿一半，再也下不了山了。就是这个是历史古迹，就在这边，对，就在这儿。然后呢，这是历史，大家可以去查一下。当然我忘了这个名人的名字，他就做了一个铜像在那儿，他就躺在那儿。然后呢，有一天皇帝召见他说，他们说不，这个人呢，他在半山上，他下不来了，就是这个地方。所以就等于说很难下山，就对了。等于说你是前进不行，后退也不行。也就是说前没有路，后退也不行。那是进退两难，对，没错，从这儿来。好，天哪！我今天又不是在讲成语。是好，那我心里想，没关系，咱们是年轻人，是，既然都说了要上去，就得上，因为我一定要看到这个玉皇大帝，对吧？对，这种是要来的嘛。所以你继续吗？就努力。好，到了那边，他说：“姑娘，您开始吧。”我看他一蹦一蹦的，他就马上跑到很前面。对，我就4只手脚像个扒手兽一样，这样，所以你真的攀着铁链，真的我就爬，天哪，好恐怖哦！然后呢，一路还要跟人家交错，我还得要有下山的人，对，只有一条 only one 的路，我还得，没错，还得让。有时候我就说，不能，我的铁链，等下我手不够啊，因为我手力量女还是不够，我怕她一下就掉下去了。后面师傅就绕到我后面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绕我后面。姑娘别怕，我在后面给你顶着呢。我一听轻功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是。不是，我一听不得了，这个是个男人在后面顶着我，那还了得？千万不能让他。不是，在你生命那个面对这种危急的时候，管他男女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就很紧张，我很害怕，我心里想，这人怎么能顶着？我心里想。肯定得赶快爬，所以呢，我就爬得比刚刚更快，赶紧爬。然后呢，等爬到一个地方，好，他说：“哎呀，
终于到了，我2只手快断了，我真的快不行，因为他那个你有戴手套吗？他有给我戴手套，然后因为手套接着铁链还是会滑嘛，对，但我就是把它扣住，那个铁链是一圈一圈，我就用手指头扣住它，就掉不下去。好，我硬给倒了以后，突然间一看，哇天哪，它就是华山，就是最高峰就是这样圆凸凸这样直的。请问就是那位南天门嘛？就是峭壁式，就是你要想象一下，它不是斜的陡，它是整个。完全是岩石，也没什么树木什么，就光秃秃的。然后呢，从这边边就大家就是围着，像围抱着这个岩石这样子上去，到了一个门进去。它是在最顶端，所以你上去有一个对。然后我就是要这就是要管制嘛，就是说出来人这样出来，然后你讲看好前面没有出来，好你才能进，就是自我管制这个。OK。因为怎么走呢？你就是2只手抱着那个岩石，然后这样子贴着壁面走。因为我不这样走，我就完了。My God！ 为什么？因为下面就峭壁。你没有做什么安全的绳索防护吗？没有。所以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这样就下去。当然呢，因为大陆人都是这样走的，你台湾人没有理由不这样走，对吧？是不是？镜头前是不是？而且是年轻人，是不是就要这样走，对不对？但很恶心很可怕。就是很可怕。没有，你就是它就是沿着岩壁有一根铁绳子嘛，你就这样的沿着拉着那个，就是抱着那个岩石一样。因为你知道我有惧高症，我真的不能看一下。你看我现在讲的，我汗毛竖起来，我怕跌下去，所以我就不要看下面。因为呢，师傅讲，就你一回头就是悬来峭壁。师傅讲了一句话，他在前面带着我说：“姑娘，你别看下面。”你就想象马上到了，就这么5分钟，是吧？叫你别看，不要看下面，懂了吧？我说好，我都不看下面，我就上去。因为师傅走得很快嘛，我就得跟着后面走，所以我就2手一抱，大家都抱着，我就抱紧了那个铁绳子，我就噔噔噔噔围着这样一个圆圆的嘛，它就是一个光秃秃的，就围着它上去，我就进去，哇，终于看到里面的玉皇大帝。所以你看到玉皇大帝了？你看到玉皇大帝？我看到，而且。好高大哦，很大尊的。我只是很纳闷哈。我通常这种我都会很纳闷，这位玉皇大帝的这个雕像他是怎么上去的？对，就是外星人，或者玉皇大帝真的，对，就是玉皇大帝是。那本人更神奇是里面有一个，因为我们知道华山上面，我们说华山论剑很多，它里面是道教的，对，那就戴一个那个方方的帽，上面一个圆圆的黑色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说那个道教的师傅嘛，非常的神奇，因为他也很厉害。因为他就叫我拿一个很粗香拜，因为大陆香都很粗嘛，拜1支以后，那当然我们就去抽个签，因为到那里他们说灵验嘛，那可能就请他解说。他真的是很神奇，因为他真的是我还没开口讲话，他就把很多话都讲出来，因为他不需要好像人家算命不用，你也不用跟他讲名字，生八字都不用，他直接看你这个人就知道。对，他就看你一下，然后看你的签，我就觉得他说了什么？哎呦。这个是变字，而且这应该是男人的签，也就是说，但是你抽到的呢？他又看了我一遍，说：“这是你抽到的签吗？”对，我说：“师傅，在这庙里也只有我现在在这里，难不成是另外一个师傅抽的签吗？”就你了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哦，好，那因为我看这个签应该是男人的签，可是你就抽签。”可见的，你一定就是姑娘，您还真是男命女生啊！是啊，因为他就看了我那个鞋子一眼，那个跟还在，大家不觉得吗？我在爬山的时候，那个鞋跟怎么不会坏？拔掉算了，我很想这样做，可是还是在的。然后他就看我一眼，那个狼狈一样，你知道穿着高跟鞋那样。然后我就说：“哦，谢谢师傅。”那我就下山了。这下子我们的师傅又来了。讲了重点来了，你又要怎么下山？白鹤走，又是白鹤，上山也要白鹤，下山也要白鹤。是，那我心里想，又要开始了，对，又要开始了，而且是更白鹤，因为刚才是高跟鞋的白鹤，然后现在是飞的白鹤，对，你要用飞的。师傅说，你要保持平衡，速度加快，2只手伸起来，然后大家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一只白鹤，来，张颖老师，2只手伸起来，来，我伸起来了，然后你就用脚尖走路，真的是在飞耶，不能够
不能用脚掌，也要用脚跟，只能用脚尖，这样等。然后你想，我本来就穿了高跟鞋已经够高了，然后还要用脚尖，哦，真是把我痛死了。好，可是因为他太快了，那他说他一下就飞下去，我心里想，我说道长我还没呢，我还没。然后呢，他说姑娘把2只手伸起来，平衡平衡。我说哦好，我就平衡平衡。然后呢，我就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也顾不得旁边到底有。可是我有个疑问，因为你那个是悬，你后面是悬崖呀，你怎么飞啊？大家有爬过腹部指癌那个，就是在那个崖顶上的那个，它的路线就是在棱线，就是它的棱线山上的棱线走的。它有一段路是在棱线上走，对，那你可以想象，我懂，对，那个地方棱线走的时候，到下坡的时候是最恐怖，因为它开始下坡的时候，它就有一些石阶，对。那个石阶也是很陡的，那你就是要用飞的脚尖就对了。因为你不这样子走，我后来研究过，不这样走的话，我可能走3天3夜都走不下来，就不想下来了。而且2只脚已经不是我的，大家知道吗？2只脚已经麻痹，因为很重很累。对呀，那你就是我看天快黑了，他讲一句话，姑娘，华山天黑是很麻烦的。你越说越天快黑了，赶快下山。我心想，我很怕，我得快下。他讲完以后，我说师傅，我这样怎么下？不用飞的了。他说我教你白鹤功。我说师傅，我不会轻功。他说来，2只手伸开来，要有韵律。开始1、2、1、2。对啊，我就在后面跟着，因为不能同时在。对，我就2手一伸，就学着白鹭鸶一样，就噔噔噔噔噔，就这样登下来了。大家知道吗？我花不到15分钟，登多快！因为登得很快，因为也很神奇，因为在登的过程中真的很轻松就下来，也说的真的是很神奇。我觉得还蛮厉害。我就登登登，因为它那个很陡，因为你陡的话哦，你这样一阶一阶走，你真的会跌死。因为我在路旁，对，因为如果你一阶之后你会滚，所以你必须要大步，然后蹬蹬蹬，就是点一下点一下点一下就走，你不能停留太久。我就按照他就叫我跟着他，白鹤功我就噔噔噔噔噔就下来了。我一看他到了以后，他跟我讲，我一到2个腿就啪一软蹲下来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姑娘，我们到了，真是辛苦你了。”我心想，我真到了。就有人拿上一杯水，我就说哇，服务真好。我喝了一口水以后，有一个人就过来，这句话讲完以后，我3天3夜睡不着。他就说欢迎您归来，就是那个红丝巾，叫我拿起来还他，还要还他。是，他说欢迎您归来嘛。我心里想，哎呦，这个地方好恐怖啊！所以也就是上去还得登记，所以有的人是没办法归来嘛。不是，只有我一个人戴红丝巾，别人没戴，这是特别待遇才有戴的。那他为什么不把你带？他们说这是护身符，所以我就懂了。那我当时不懂，但我下来的时候懂，我以为是欢迎花圈，不是，原来不是，原来是护身符。他说：“姑娘，您喝完水了，好。”那咱们去外面坐车前，我再跟你讲一句话。我说哦好，师傅，因为我车子在外面接我们，不搬山腰吗？师傅说，哎呀，姑娘，您真是福大命大，你是我们这边最有福气的人。因为华山每一年呢，只要有点节庆，都掉下3万人。所以华山一年掉3万人。节庆哦，他说节庆的时候，因为很多人爬，他要去上面朝拜嘛，这个。然后常常就是弄不到就啪就掉下去，掉下去不知道多少人，但他就说初步统计3万人，这很危险哎，真的是很危险。我刚刚才说他很厉害啊，所以福大命大，你都没想到说，所以我们家亲戚为什么安排一个很厉害的师傅给我做导引？听说没有，我觉得等一下，我觉得是你们家亲戚为什么要你去华山？对，这才是重点，这才是重点。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你有2件事情不知道，所以你才有这个勇气？第一个，你不知道那是护身符，不知道；第二个，你不知道1年死3万个，不知道。所以你这些都不知道，完全不知。而且人家说傻人有傻，真的，他就是，而且事情不要知道。师傅就说那很近，
半小时就到。但我在爬的时候，怎么觉得路上好少人？因为它有华山有5个峰，那个是最高的，其他有些人爬了北面什么的就不去了，对，不用去南天门，那里真的是蛮少人爬的。但我觉得一路上风景确实很美，然后我也拜到了玉皇大帝。对，然后也可能有人在爬的时候就边爬边。当然我应该有这个画面吧。就是你在这边爬，然后对边就掉下去，就是然后你爬到对边这边又掉下去。我真不知道。就是有人要阻挡你的时候，你那个领路的师傅就把它先弄下去。先把它下去。天哪，是这样吗？这我真不知道，因为我已经无暇顾到旁边的事情，但我知道旁边人很大，真的很大。我去大陆常常胆子很大，那我不知道，因为旁边的人很少。我有问师傅说：“哎，师傅，为什么这条路上人不多啊？”师傅说：“对，师傅说，哦，姑娘，您先认真走，跟着我赶紧走，因为我们赶时间哦。因为天暗了，真是不是，就是说，其实天暗的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危险。你真的福大命大，而且每次都做这种傻事。我其实也很开心，因为我下来以后，我们整车游览车人都问我说 ：‘Grace， 你上了华山？’拜了那个玉皇大帝啦，我说是啊，我说我还有签作证，因为他们都以为说我没去到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都认为在山下吃个小点心，大家都去休息纳凉了，怎么这个姑娘怎么人不见了？我就上山了，然后呢，旅行团人一直点名说，哎，这人怎么还没回来啊？那我回来了，是不是？我还拿一张签，全团人给我拍手，对，真的很厉害，是不是？我真的这个故事真的是要告诉大家，真的是很多事啊，就像珊妮老师说的啦，对，很多事情不要知道最好，对啊，你去做了，做完再说，没错，这也是告诉你。你就这样，傻人有傻福啦，你就坚持做。对，那他也看到玉皇大帝，但是我觉得玉皇大帝一定记得你。是的。今天谢谢 Grace， 谢谢 Grace， 你这个故事真的太有趣，我觉得太有趣，而且他还有很多故事。以后有机会我们再邀请 Grace 跟我们大家说一说他遇到了一些什么鬼啦，什么牛鬼蛇神，对呀，什么鬼怪，